在开空调的时候，我们房间里到底要不要放一盆水呢？有的朋友认为要放一盆水，而有的朋友却认为不必要放一盆水。那么我们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呢？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生活妙招。又到了炎热的夏天，我们就会选择扇电扇。但是电风扇扇久以后，它吹出来的风就是热风，已经不能再满足我们降温的需求了。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有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打开空调，以达到降温的效果，让我们无论是在上班或者休息的时候，处于一个更加舒适的状态。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，都是直接将空调打开就可以了，根本就不会在空调房里面放一盆水。那么到底是放水还是不放水呢？我们先来看一看空调的原理吧。因为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，它会将室内的水分给吸收干，导致我们室内的空气变得干燥，从而达到制冷的效果。然而我们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们的皮肤会特别的容易干燥，而且也会更加容易的口渴，导致喉咙不舒服。因此我们在空调房中放一盆水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室内的湿度哦。当然，我这里放的不仅仅是一盆水，准备一个容器，当然盆子是最好的，而且要口子比较大的这种盆子。我们接上满满的一盆水，然后准备一瓶花露水。大家都知道，花露水具有驱蚊的效果，而且还自带一股特有的香味儿，闻起来特别的舒服。我们在水里面喷上一些花露水，然后再找出你家里面的风油精，我们再同样将风油精滴入几滴在水中，因为风油精也具有驱蚊的效果，而且把它抹在身上凉凉的，在夏天特别的舒服。滴好以后，我们用手把风油精、花露水给它均匀的搅拌在水中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整盆水都带有花露水的香味以及风油精的清凉味了。搅拌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入空调屋当中了。当然，如果天气特别的热，长期待在空调房，仅仅靠这一盆水是不可能有很好的效果的。因为水它的蒸发速度是非常有限，而且会受到温度以及风速和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所以在炎热的夏天，我们不仅要放一盆水，还要采取其他的措施，比如可以使用加湿器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水把它给洒在地上，多洒上一些，洒好水以后，我们再用拖把把洒在地上的水给它拖一拖，让整个空调房间地板都保持湿湿的状态。当然拖过以后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因为地板上是湿的，非常的滑，因此一定要慢慢的走，防止摔倒。然而当地板上干掉以后，我们再拖一拖，这样的话，地面上拖出来的水在空调的作用下，它的蒸发速度会比盆子里面的水蒸发速度来得更快。当然这样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它可以更好更快捷的提高室内温度哦。还有我们可以多准备几条毛巾，我们将毛巾打湿，我们把它拧至不滴水就可以了。
然后我们把毛巾这样给它折叠起来。那么这样一条湿毛巾有啥用呢？我们只需要把它挂在空调房间的门把手上，这样一来，在我们开门的时候，握在上面也是软软的、凉凉的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上面还含有风油精和花露水的味道，在开门的时候也可以防止蚊虫从门口飞进来，因为花露水和风油精的味道都会让蚊虫远离它。当然，特别热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来擦拭一下，那样无论你是吹风扇、吹空调，都会特别的凉快哦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把它挂在空调房里面，也可以有效的保持房间里面的湿度哦。不知道这几种方法你有没有试过呢？关于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，到底要不要放一盆水这个问题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吧？不知道长期吹空调的你，还有更多的方法让我们改善室内的湿度吗？如果有，那么就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吧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经常待在空调房的朋友们。当然，视频最后在这里建议大家，如果不是必要的情况下，不要老是待在空调房哦。空调它不仅耗能高，而且长期待在空调房当中，会令我们的皮肤变得特别的干燥。来用电风扇解决的问题，咱们就不需要用空调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小技巧大作用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的生活小技巧、小妙招。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